Hello，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诊所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影片，记得先点击下方订阅按钮，再打开旁边小铃铛，这样每次有新影片，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也帮我按个赞，让 YouTube 知道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内容，谢谢大家。我们现在正式开始。好，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我跟你保证，可能会彻底颠覆你对学识这件事所有想象的一个，可以说是超疯狂的实验。它就像是教育界的一颗震撼弹，那个结果真的会让我们去反思，我们一直以来习以为常的教语学的方法，是不是从根本上就搞错了什么？ OK，我们今天的分析会跟着这条路线走。首先，我们会从一个全球教育都面临的痛点，也就是最后一里路的困境开始。接着，我们会看到一个完全出乎意料的发现，就是那个超有名的强动实验，这真的超酷。然后我们会深入探讨这种学习方式的极限到底在哪里。再来，也是今天的核心，我们会揭晓那个能让学习效果直接大爆发的神秘配方。最后，我们会一起思考，这一切对于教育的未来究竟意味着什么？准备好了吗？这趟旅程就像是跟着一位科学家，从发现一个问题，到最后提出一个革命性的结论。好，让我们先从问题的核心开始。这个实验的发起人苏贾特·密特拉教授，他最初在思考的是一个全球性的教育难题，他称之为最后一里路的困境。简单来说，就是为什么最好的教育资源永远都集中在那些资源最丰富的地方，而最需要这些资源的偏乡或弱势地区，却永远也得不到。这个问题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这句话可以说是一针见血，对吧？我们把它放到台湾的脉络来看，那个感受会非常非常的深刻。大家想想看，是不是所有家长都想把小孩挤进台北的明星学校？是不是补习班的名师永远都只会开在都会区？那些在偏乡、在资源相对匮乏地区的孩子们，他们其实最需要好的老师来启发，但最好的老师却因为种种现实因素，永远不会去那里。这就是一个结构性的死结，一个看似无解的循环。但是米特拉教授就是想挑战这个看似无解的问题，而且他用的方法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不传统。故事要从1999年的新德里说起。米特拉教授做了一个超级简单，甚至有点异想天开的实验。他在一个贫民窟的墙上就挖了个洞，然后在洞里嵌了一台连接了高速网络的电脑。你要知道，这里的孩子们很多连学都没上过，完全不会英文，也从来没见过电脑。然后呢？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他就把电脑打开，就直接走人了。没有老师，没有说明，没有任何指导，他只是想看看到底会发生什么事。结果真的让所有人都惊呆了。第一天，孩子们围着那台会发光的机器，充满好奇。几个小时后，他们就已经自己摸索出怎么点击、怎么拖曳。在另一个实验地点拉贾斯坦邦的一个村庄，才过了4个小时，孩子们竟然已经开始用电脑录下自己唱歌的声音，然后再播出来给彼此听，玩得不亦乐乎。更夸张的是，在南印度的一个村庄，过了14天，一群小男生为了要拍一只大黄蜂的照片，竟然自己上网，从迪士尼的网站下载了相关资讯。记住，这一切都是在没有任何大人教导，甚至孩子们根本不识字、不懂英文的情况下发生的。所以啦，米特拉教授得到了他的第一个也是最基础的结论，就是说，只要把工具给孩子们，他们自己就会想办法搞懂它。学习似乎是一种本能。这个发现虽然只是第一步，但却为后面所有更疯狂的实验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因为这证明了孩子们拥有我们想象不到的自学潜力。接下来这一点超级重要。在证明了孩子们能自己学会用电脑之后，米特拉教授变得更大胆了。他想知道这种自学能力的极限到底在哪里？就只是学会上网玩玩游戏这样吗？还是说他们其实可以学会更复杂、更抽象，甚至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任务的知识？
于是他设计了一系列更进阶的实验来测试这个系统的边界。这个实验真的非常有趣。他在印度的海德拉巴找了一群孩子，这些孩子说英文的时候带有非常浓厚的当地口音。他给了他们一台电脑，里面有语音辨识软体，但这个软体被设定成只听得懂标准的英国腔，所以孩子们对电脑说话，荧幕上只会出现一堆乱码。米特拉教授给他们的指令是什么？他说：我不知道方法，但2个月后你们要想办法让这台电脑听懂你们说的话。然后他又走人了。这指令是不是很荒谬？简直像是天方夜谭。结果呢？你绝对想不到，2个月后，这些孩子的口音竟然真的朝着那种中性的英国腔大幅转变了。为了让电脑听懂，他们自己模仿、自己修正、自己找到了发音的诀窍。好了，在口音实验成功之后，米特拉教授决定挑战一个他自己都认为绝对会失败的任务。他跑到南印度的一个小村庄，找了一群12岁、母语是坦米尔语的孩子。他问，这些孩子有办法在完全没有老师的情况下，自己学会用英文写的生物科技吗？这听起来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任务，对吧？语言不通，学科又这么专业。米特拉教授当时的想法是，他会去测试，孩子们会考0分，然后他就可以回去报告说，好，我们证明了有些东西还是非得有老师教不可。他把一堆英文的生物科技资料放在电脑里，跟孩子们说，这里面的东西超级难，你们看不懂是正常的。然后他又双手一摊离开了。2个月后，他回来进行测验，想当然尔，他预期会看到一个大大的鸭蛋。结果孩子们的平均分数是30分。你可能会说，30分那不是还是不及格吗？你先等等，你要想他们的起点是0，是完全的0，能在2个月内跨越语言的障碍，去理解一个极度专业的学科，从0分到30分，这在传统教育学上已经被认为是不可能的奇迹。当米特拉教授问孩子们到底学会了什么，一个12岁的小女孩举手，用一种很腼腆的语气说了这句话。这句话真的太经典了，带点黑色幽默，对吗？她嘴上说什么都没看懂，但她随口说出来的这一句 DNA 分子不当复制会导致遗传疾病，其实已经是这个学科非常核心而且深刻的概念了。这证明了他们不只是死记硬背，而是真的理解了某些事情的因果关系。尽管他们自己觉得什么都没学会，但知识已经在他们脑中悄悄地生根发芽。重点来了，虽然从0到30分已经是个奇迹，但米特拉教授是个科学家，他想知道有没有办法把这个分数再往上推。30分证明了自主学习的可能性，但距离学会还有一段距离，对吧？是什么东西能够填补这段差距？他开始寻找那个能够让学习效果大爆发的催化剂。他想出了一个非常特别的方法，他称之为阿嬷学习法。这个方法的灵感就来自于我们每个人的阿嬷或奶奶。你想想看，阿嬷是怎么教我们的？她不会拿着课本说这里要画线，那里要背起来，她只会站在你后面，看着你涂鸦，看着你堆积木，然后发自内心的说，哇，你好厉害哦，你怎么做到的？真的好棒哦。她的角色不是指导者，而是欣赏者、鼓励者。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其实是超级高明的策略。这种无条件的肯定会大幅提升孩子的自我效能感，也就是我相信我做得到的信念。当你相信自己做得到，你的内在动机就会被点燃，学习就不再是为了考试或分数，而是变成一件发自内心想做的事。于是，米特拉教授回到那个村庄，找了一个当地的年轻女孩，她本身完全不懂生物科技。米特拉只教了她一件事，用阿嬷学习法去陪伴那些孩子，不用教任何东西，只要不断地鼓励他们，赞美他们，对他们做的事情表现出高度的好奇心。又过了2个月，奇迹发生了，孩子们的平均分数从30分直接飙升到了50分。这里最关键的数据是
50分这个成绩已经跟那些在新德里顶尖私校由专业生物科技老师教出来的学生的平均分数一模一样了。这证明了什么？鼓励这个看似无形的先例支持，它所能激发出的学习潜力，竟然等同于一位专业教师的知识传授。这让我想到科幻大师亚瑟·克拉克的这句名言。这句话听起来很像，对吧？但米特拉的实验似乎就在印证这件事。如果老师的角色是单纯的传递资讯，给出标准答案，那这个角色在 Google 和 AI 的时代确实很容易被取代。但如果老师的角色是点燃学生的好奇心，是给予他们探索的勇气，是成为他们最强大的后盾，那这个角色就永远无法被任何机器所取代。我们可以用这张图表来做一个非常清楚的对比。你看，传统老师的角色是什么？是传递资讯，而阿嬷的角色是提出好问题。传统老师的目标是提供答案，阿嬷的目标是激发好奇。方法上，一个是纠正错误，一个是给予鼓励。定位上，一个是权威者，一个是欣赏者。这个巨大的差异也让我们反思台湾的教育现场，我们是不是花了太多力气在追求标准答案的填鸭式教育，而忽略了培养孩子们主动探索、解决问题的探索式学习能力？我们继续看下去。综合了前面所有的实验结果，米特拉教授提出了一个极具颠覆性的结论，这也是他对教育未来的想象。他认为我们可能从头到尾都搞错了学习的本质。为了将他的理论付诸实践，他开始在全球各地建立一种叫做自主学习环境 SOS 的空间。你可以看到，这个空间的设计理念就跟传统教室完全不同，没有排排坐的课桌椅，取而代之的是可以让孩子们围坐在一起的大萤幕。这里的核心不是老师的讲台，而是孩子们的协作小组。他们可以自由讨论，随时上网找资料，而老师的角色就是那个在旁边赞叹的阿嬷。这个概念的背后其实有一个非常深刻的科学理论，叫做自我组织系统。这听起来有点复杂，但其实有很多生活中的例子。比如说，天空中成千上万只鸟，为什么可以形成整齐的鸟群，却没有一个领队在指挥？这就有点像什么呢？就像一群人玩乐高，没有人给他们说明书，只给了一个目标，盖出一座城堡。一开始大家可能七嘴八舌，但慢慢的，有人会负责找零件，有人负责打地基，有人负责设计塔楼，一个合作的结构就自然产生了。米特拉大胆的推论，学习本身就是一场涌现现象，它不是被教出来的，而是在特定条件下自然而然长出来的。那么，要让这种神奇的涌现式学习发生，需要哪些条件呢？简单整理一下刚刚的内容，我们可以归纳出这5大关键要素。首先，你必须要能接触到资讯，在今天，这就是网络。第二，你不能自己一个人学，你需要可以讨论、可以炫耀、可以互相学习的同才。第三，你需要一个够大、够有趣的问题来驱动你的好奇心。第四，大人要懂得放手，给予孩子最大的自由，不要过度干预。最后也是最关键的，就是要有持续不断的鼓励和赞赏，也就是阿嬷的魔法。最后，米特拉的整个研究都把我们带向了这个最根本也最发人深省的问题：如果学习就像呼吸、吃饭一样，是深植在我们基因里的本能，那么我们花了这么多时间、金钱和精力所建立起来的这套庞大的教育体制，从课纲、考试到学校的样貌，究竟是在顺应这个本能，帮助它更好的发挥，还是在我们追求标准化、效率和秩序的过程中，反而无意间扼杀了这个本能？这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但绝对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学生、家长还是教育工作者，都好好的想一想。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我们今天跟着密特拉教授的脚步，走过了一段奇幻的教育探索之旅。我们从印度贫民窟的墙洞实验出发，看到了孩子们惊人的自学潜力。接着，我们挑战了学习的极限，用几乎不可能的生物科技实验，证明了这种潜力远超我们的想象。最关键的是，我们发现了那个能够点石成金的魔法配方
阿嬷学习法，也就是无条件的鼓励与赞赏。最终，这一切都指向了一个颠覆性的结论：教育可能是一个自我组织系统，而学习是在正确的环境下会自然涌现的奇迹。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